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9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辉瑞宣布疫苗面世，医学研究背后的大选政治操作。今天发生了3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辉瑞今天出来宣布他们的疫苗即将面世啊，然后他的这个面世的时间很特别啊。那么，然后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啊，跟整个的我们全世界的疫情有关系啊。第二个呢，就是川普团队继续工作啊，发现了好几起这个选举舞弊的弊案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拜登组建过渡时期工作组，然后筹备这个疫情工作队啊，是个这样的工作团队啊。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的新闻的主体是辉瑞在宣布这个疫苗，从今年的3、4月份开始，疫情武汉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爆发啊，那么到现在已经有22万美国人死亡，那么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对全世界的影响非常大。那么辉瑞11月9号宣布，该公司针对冠状病毒疫苗有效性超过了 90%， 到今年年底，也就是下个月底能够提供5000万剂疫苗，到2021年底能够提供这个13亿剂的疫苗啊。那么这个他们的疫苗是辉瑞公司跟那个 BioNTech 就是新生物科技他们2家公司合作的疫苗，在6个国家这个进行其中43500人进行了测试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情况，这个疫苗主要是会受到运输方面的限制。这个疫苗要在零下80度的情况下保存。辉瑞公司针对这个情况，还专门开发了一种特殊的冷却器来运输疫苗冷却器是一种有这个 GPS 的热传感器啊。那这个 BioNTech 公司总部在德国美因茨啊。那目前疫苗的情况是这样，进入第3阶段的这个疫苗项目已经有11个疫苗项目啊。那么其中有4个在美国，那么有两种，一种是美国的莫德纳跟美国国立卫生院研制啊，还有一个就是辉瑞跟生物新科技公司啊，这2个项目呢都需要冷冻状态，就是低温状态，因为这些疫苗都是由解冻后会分解的基因材料制成的啊。那么牛津大学研发的疫苗是保持低温，但是不需要冷冻啊。那辉瑞公司的这个疫苗，它是打2针啊，2针，中间隔3个星期啊。那么他们这个项目在美国、德国、巴西、阿根廷、南非、土耳其啊，土耳其选了94名对新冠疫苗呈阳性的志愿者进行测试。那么如果隔3周打第2针，7天之后，它可以达到 90% 的保护作用。到目前为止这个疫苗没发现严重的安全隐患。如果这个 90% 的有效性持续下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这个疫苗的就达到了和针对麻疹的疾病的这种高效儿童疫苗的水平，就基本上是就是说现在小孩子都要打的麻疹这个疫苗麻疹疫苗的也是90%以上啊。那么辉瑞公司是收集了2个月的安全数据以后，
就是他说他会再往后收集2个月的安全数据以后，就会在11月底，就是本月底，向这个 FDA， 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申请紧急授权，然后到今年年底就能够生产足够剂量，保护多少人呢？大概是1500万到2000万人，就刚才讲的5000万剂啊，这就是1500万到2000万人的这个覆盖1000万到2000万人的这个数量啊。那么这里面就意味着什么？这件事情事关重大啊！大家知道，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啊，什么阻断措施，各种措施都好，最核心解决疫情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疫苗。没有疫苗，所谓的这种疫情控制都是暂时的，都是它随时可能会重新爆发。所以疫苗的诞生意味着什么？疫苗的诞生意味着疫情即将结束，这个跟我们之前的判断是一样的，就是以美国的医药科技水平和实力来说，我一直认为美国在今年年底之前一定会生产出疫苗来啊，真的是啊。那么，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非常令人一点都不意外的巧合啊，就是昨天那星期六，美国媒体宣布这个拜登胜选，星期天啊，那么这个拜登自己宣布啊他胜选，然后发表这个胜选演讲。那么星期一，辉瑞宣布疫苗疫情，大家看见没有？这个时序啊，这个时序不是意外啊。我一直认为这不是意外，我一直认为美国在疫苗的研制问题背后就有政治操弄啊。这个实际上，川普总统也一直在讲这件事情。我同意川普总统的看法。其实，美国在疫苗方面的这个实力啊，那没有国家能够比得上啊。所以这个问题，当然中间还有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另外一个消息，就是接管武汉病毒研究所啊，我们之前讲，新冠病毒来自哪里？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个叫陈薇的少将啊，解放军啊。他接管了武汉病毒研究所，他后来讲，他们的疫苗啊，他们研究的疫苗2月份就已经面世了，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如果他2月份已经面世，为什么全世界还在大流行？所以那是个笑话啊。今年9月份，川普总统就已经说过啊。那么就是针对武汉肺炎疫苗的这个，应该可以在大选之前就准备好。其实9月份川普总统就说过了，然后后来呢，10月份之前，其实在10月份9月底的时候，辉瑞公司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多次说过，他们公司可以在10月份进行宣布。10月份就可以宣布，所谓宣布就是他们已经面世啊，但是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虽然他之前讲过好几次，但是这个宣布在10月份就没有宣布过。在疫情发生之后，其实联邦政府一直在用很多的钱来引诱这些医学科研机构项目啊，你们赶紧研究啊，我给你钱。情况其实，所以联邦政府在推动这件事情啊，毫无疑问，各个疫苗的研制机构都在全力往前跑，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跑马啊，大家都在尽力在往前跑。为什么？因为有足够的利润在引诱他们往前跑啊。因为大家知道哪个公司率先研制出了疫苗，那他一定是挣大钱。这是没有疑问的。虽然中国讲他已经出了疫苗，包括俄罗斯也宣布他出了疫苗，
但是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那是什么鬼啊？我刚才讲过，进入第3期的有11个团队啊，11个团队是进入第3期，那么其中4个在美国啊。那其实川普政府一开始就压在这个辉瑞他们这个项目啊。那但是呢，而且在7月22号，川普政府已经宣布向这个辉瑞公司下了订单，下了19.5亿，就是20亿美元的订单，订购1亿剂疫苗啊，就是免费向美国人提供的1亿剂这个疫苗啊。但是呢，其实一直以来，就这个辉瑞公司其实是一直和川普政府保持距离。保持距离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川普政府有一个项目叫 Red Speed 啊 ，Speed Red 就是加快推进速度。推进速度实际上是向你如果在研制这个疫苗的话呢，你就可以向政府申请这个科研经费。辉瑞没有申请，1分钱都没要。当然，辉瑞他很有钱啊，很有钱，但是他也是通过这种方法和政府保持距离，和川普政府保持距离啊。虽然他们高管讲啊，今天的记者会他就说科学驱动我们的行为方式，没有政治，但是这里面肯定是有政治啊。然后呢，今天辉瑞公司宣布的这个数据，其实它是通过新闻发布的方式宣布的啊，但实际上呢，正式的这种医学检验叫什么测试数据，应该通过医学期刊发布，但是它没有，当然是因为这个特殊的情况。那么辉瑞说，他们的实验仍然在继续啊，独立委员会正在审查数据，这些信息会向这个 FDA 啊，这个提交这个评估他们是不是能够批准这个紧急授权啊，紧急授权。辉瑞公司其实很早，他们在真正研制这个疫苗的是谁？并不是辉瑞公司，其实是德国这家公司，生物科技公司。生物科技公司在1月下旬，大家知道12月13号武汉封城啊，那么德国这家辉瑞公司在1月下旬就开始啊，他们所在地叫美因茨啊，生物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叫萨辛啊，萨辛就在这个《柳叶刀》上，大家知道医学期刊的《柳叶刀》上就读到了这个关于武汉肺炎疫情的这个情况，他马上就开始组织团队，所以他们应该是跑得最早的啊。萨辛当时就说，他说我们马上就知道对我们的影响啊，然后他就开始组建了40人的团队，很厉害。你想一下，4人团队对一个德国的这样的公司来说，它是个很大的投入啊。然后他们叫 Light Speed 这些项目啊，就开始研制这个。他们组建团队的那一天，法国发现第1剂病例啊，是欧洲的第1个病例啊。然后他们就选择了20种候选的疫苗，然后开始进行啮齿类动物的实验。啮齿类就是老鼠、小白鼠啊，进行实验。但是呢，生物新科技公司呢，他们没有这种大型临床实验的经验和资源，他们去找谁呢？他们去找辉瑞。辉瑞跟他们公司一直在合作研究什么呢？研究这个流感疫苗。他们双方他们从2018年就开始合作研究这个流感疫苗，所以他们有合作关系。他们就找德国公司去找美国公司，我们来合作。1天时间，他们就达成了合作的意向。然后3月份，他们就宣布正式合作啊。他们中间当然需要时间去讨论股权啊、投入啊这些东西啊。然后3月中旬，
这个辉瑞跟德国的新生物科技公司合作啊，开发这个疫苗。那么他们就开始从美国开始，然后去阿根廷、巴西、德国找了3万个志愿者进行实验。到了9月份，从这个3万个扩大到4万4千个啊。川普总统其实在第一次辩论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个辉瑞公司的名字啊，然后他当时就讲，他说其实这个疫苗的研制是受到政治的阻碍啊，他说这个疫苗的生产受到政治的阻碍啊。那么我们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如果辉瑞在10月份就宣布，真的就像他们 CEO 讲的，10月份他宣布疫苗可以面世，那我相信这个选情影响选情应该就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会不会导致一面倒不好说，但是肯定对川普总统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毫无疑问，辉瑞没有这样选择，辉瑞选择这个拜登宣布胜选的第2天宣布他们的疫苗面世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反应很强烈这个黄金股市暴涨嘛，应该是股市应该是在暴涨，然后这个黄金下跌股市在暴涨，还有一个就是航空公司也是在暴涨，都在暴涨就是跟受到疫情冲击的这些行业，受到这个疫苗面世的这个消息刺激，他们都在暴涨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另外，我们今天跟进一下美国大选的情况，先讲已经发生的事情11月7号就是星期六那么美国媒体主要的媒体根据点票结果宣布拜登胜选，然后11月8号拜登宣布胜选，发表胜选演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总统就这2天就持续发推就是表示讲2点。第一点，拜登以微弱优势胜选的几个关键州存在舞弊现象，如果纠正这个舞弊行为，那么会扭转选举结果，他会获得另外一个4年的任期这是川普总统这边。另外一个呢，就是川普的竞选团队过去1个星期提出来的一系列的诉讼，那么有些诉讼已经被法官驳回，那么有一些诉讼正在等待这个排期需要排期，这是第三个。第4个，川普团队呢宣布了几个涉及选举的舞弊弊案那么主要的有几个，一个是涉及内华达州内华达州有60万张这个邮递选票这选票的签名应该和这个选民登记的这个登记表上签名完全一致，选票才能生效。然后共和党的观察员没有看到这些选票核对过，一张都没有核对过所以呢，川普团队要求宣布这60万张邮寄选票作废还有几个我就不一个个念了，反正就是川普团队已经至少宣布我大规模的舞弊案跟这个有关，一个是这个就是内华达州，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最严重的一个指控是什么？最严重的一个指控就是选票统计软件出现的问题最严重，规模最大因为这个选票统计软件基本上我印象中有在74个县都在使用，而这个软件非常不靠谱非常复杂的难以置信我看了一下这个软件我有些看不懂我开过软件公司但我看不懂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一个这么简单，其实选票统计系统非常简单，用现在的技术开发的话非常的简单，
但是我看它复杂的要他们公司的人才能安装，这个肯定背后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啊，这是第二件事。还有几个大的弊案，我就不在这里说了啊，因为有一些我看的不是很清楚啊，因为很多都是在推特上面走出来的，大家在推特上去找找看，好吗？这是第四个啊，第五个，讲一下拜登啊，拜登胜选之后，他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成立过渡时期工作组啊，这是任何一个我们叫后任总统的标准动作啊。那么也就是说，拜登认为他是后任总统，那么成立了一个过渡时期工作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今天宣布成立一个12个人的疫情工作组啊，12个人的工作组。然后呢，他也宣布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一系列的政策当然主要是针对川普政府的行为啊。第一个，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这个巴黎气候协定11月3号才正式退出，然后他宣布要重新加入，如果他当选的话。第二个就是撤回退出世卫组织的决定。第三个，结束对7个主要穆斯林国家的公民旅行禁令。第四个，恢复奥巴马时期的政策。什么政策？就是儿童时期就进入美国的无证移民给予移民身份啊，这就大概是这几个政策。然后呢，就是周日啊，就昨天他出席了一个周日弥撒，然后去了他儿子的墓地啊，然后他保持低调，没有讲话。周日整个星期日他没有发推特，只发了一个过渡时期的视频啊。那么按照美国的宪法规定，实际上美国的新总统要在12月14号正式由各个州确认了选举人之后投票选出，才算是新总统胜选。所以实际上呢，现在所谓的胜选应该是大家的预期啊，不论是新闻媒体也好，包括这个他自己也好，都不算是正式当选。正式当选要在12月14号，就是12月14号是选举人，各个州的选举人去投票选，然后在12月20号，12月20号由这个参议院跟众议院联席委员会去确认这个当选，才算是当选，然后在1月20号这个就职。所以从法律程序来说，拜登现在不算当选啊，他只是一个预期他当选。所以这个情况跟当时的这个戈尔和这个小布什的竞选时期情况是一样的。戈尔当时已经宣布他当选了，然后最后这个共和党的小布什去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1000票，小布什扭转，最后小布什出任总统啊，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是当时是12月，我印象中是12月的12号，不知道13号最高法院做出的裁决啊。所以情况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就2件事情，第一个，今天最大的2件事情，第一个，这个疫苗面世了啊，这个如果超过90%，那这个疫苗毫无问题。当然我相信辉瑞他其实早就已经准备好啊，只是他为了避免影响总统大选，他就把这个事情延后了啊。当然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一系列的他们之间的竞争，所以他肯定需要在最接近的时间里宣布。这就是最接近的，就是拜登星期天宣布，他就星期一宣布，因为竞争的关系，这里面涉及到多少利益啊！
大概就是这样啊，这今天的主题啊。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讲一下啊。那么我昨天前天我在推特上看到，有一些网友很失落啊，有一些网友很愤怒啊。那么美国大选牵动了中国人，不论是在美国还是不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的中国人都很关注美国大选。那么有不同的网友有不同的政治取向，有不同的候选人，支持不同的候选人。到目前为止美国大选并没有结果，它还在进行当中啊。那么所以我请大家保持冷静，保持理智，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因为我碰到几个朋友都跟我讲啊，这2天很失落啊，他们是川普的支持者，情绪不好啊。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一个提示。第一个，结果还没有啊，现在还没有正式的结果出来啊，所以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所以有失落的网友呢，现在还不必提前失落啊，因为结果还没有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是你的支持者落选了，这也没关系。这是我经常讲的，这不是总统，不是候选人的胜利，是美国人民的胜利啊！不管谁当选，美国有了一个新的总统，或者是这个总统可能是连任的总统，这个总统可能是新上来的总统，不管哪一个总统，只要他是一个公平合理的选举，这就是美国人民的胜利，这是美国的政治制度的胜利。所以我认为最好的制度是什么？就是就算你不喜欢这个候选人，他当选了美国总统，4年以后你还有机会，4年以后你还有机会。所以这个大家要把心态放平。在民主政治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妥协的原则，就是你必须妥协，因为没有人是全部都正确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候选人是完美的，都是有缺陷。这个没有疑问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把心态放平。没有任何一个候选人落选，美国的天都不会塌下来。事实上，他没有塌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网民一定要学习啊，民主政治下的这种心态啊，好不好啊？那我在这里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我还要提醒2点，就是关于那个评论区啊。我们现在视频评论全部开放，3种情况下会被删帖。第一个，请不要发链接啊，链接会被系统屏蔽啊。第二个就是人身攻击一定会被删帖，而且会被封，会被拉黑，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攻击对方，包括攻击我，都会被删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要去攻击别人。我们的评论区只讲自己的观点就好啊，你讲你的观点，你的观点跟其他人不一样，所有人都能看到。所以请你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好了，你不要去攻击反驳对方。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中间的尺度对方接受多少，而且你认为的尺度对方未必愿意接受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去攻击对方，我们的评论区只表达你自己的观点就好了，你怎么表达都行，不要攻击对方，不要人身攻击。就是我说1000道1万，就是你要想办法和5毛区分开，你不要去让自己被怀疑是5毛。你说啊，为什么你要去提个这样的观点？因为5毛实在太多了啊，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充斥了5毛就冲锋一样的了。而且有个很奇怪的情况，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就是说我们前2期做这个蚂蚁集团的这个视频，那5毛多了去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现在在疯狂的攻击那个
马云非疯狂的攻击马云，这底下全是五毛的留言，就是攻击马云。所以大家不要去攻击任何人，不要攻击别人，不要去反驳别人。我认为谁谁谁不对，你不要去讲，你认为谁谁谁不对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讲的是什么。你不要去表达你认为谁谁谁不对这没有意义。其实好吧，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好吧。好，我们今天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高见观点。胜选后宣布也算是双向押宝，不管哪个方向胜选都可以给新政府献礼。OK， 观点。不过实话，如果现在宣布还是对川普舆论有利，官司才开始，有些州重点票，看清楚的人会走出来。有利也没有用，因为投票已经结束，除非你重选，重选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情况，中国政府毫无人性，挑选60岁以上的老人接种3期新冠疫苗，而且还收费498元一针，打2针要接近1000块钱。这是很疯狂。在疫情前面中国政府什么疯狂的事情都做得出来观点。美国民主党对美国社会的控制实在惊人，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不念这种话。不要去攻击别人美国民主党能够对美国社会实现控制，这太荒谬了。你以为是中共吗？他没有工具他怎么控制？我们不要讲这样的话，行吗？好不好？就讲你自己的观点，你认为是什么就好了网友，共和党在这次两院选举并不差，后面只要往底层倾斜，一方面可以，我把这个观点念完吧。美国民主党对美国社会的控制实在惊人，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共和党还有机会产生美国总统吗？网友答：共和党在这次两院选举并不差，后面只要往底层倾斜，一方面可以拉过来大量黑人选票，另一方面可以摆脱一些白人至上的种族歧视标签。还有网友答：共和党当然能产生总统，建制派总统，不是民主党控制美国，是精英集团，建制派和华尔街硅谷控制美国。我都不同意，没有人能控制美国。建制派也好，华尔街也好，硅谷的科技集团也好，他们只是在他们的领域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当然反对他们的人认为他们在控制美国，我认为没有人能控制美国。为什么？因为这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一票就把他给选掉了。为什么意思？如果当他发现，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针对这几家社交平台的听证大家知道这些议员们会制定法律对付他们的，一样的道理，只要民意足够，议会就会制定针对这些科技公司的法律，这科技公司的所谓的控制就很快崩溃了。所以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不要把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来判断发生在美国的事情，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在疫情期间，我已经讲过很多次这样的事观点大家参考提问：在香港强推国安法的时候，我也非常赞同王老师说过，美国总统权力很大，但最近看到推特删川普的推文，设置敏感词，到主流媒体不报道川普的讲话，我觉得川普别说维护香港的自由法治，他维护自己的自由法治都够呛，也不是。推特删川普的推文其实是删一个候选人的推文，不是删美国总统的推文，是基于这个身份来，因为他是以一个候选人的身份来表达一个他的看法，所以我觉得不一样。就是我这个网友的观点有一部分是对的，就是美国总统的权力并不是无限大他是受到约束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没办法独裁的总统有些人骂就说
美国总统独裁，那是完全不了解情况啊。观点：川普吹疫苗给对手做嫁衣，是民主党偷嫁衣差不多，共和党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要是大法官宣布川普获胜，疫苗马上出问题。民主党在搞 BLM 之类的游行，疫情爆发，左媒跳脱衣舞，民主党拒绝封城，经济崩溃。我觉得你这讲的是不是有点小孩过家家嘛？这么容易？没那么容易的。民主党它在美国只是个政党，大家知道在美国一个政党是什么样运作的。说一个政党去控制美国社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观点：川普是被美国大资产阶级联手做掉，因为他和中共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美媒背后的华尔街老板，他们没底线的反对川普，都是老板命令的。这就是典型的，就是中共一直给我们灌输的一个观点，就是美国政府背后是什么？大资产阶级啊，大资产阶级。然后美国的政党背后都是大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控制了美国的政治。这是对美国的政治的非常的不了解。美国的大资产阶级，比如说比尔盖茨啊，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巴菲特啊等等啊，他们都一直在讲，我们的税收的太少了，多收一点我们的税吧。这是大资产阶级嘛？所以其实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教科书，我们在国内读的那教科书讲的那个样子啊，真的不是这样。那都是故事，那是故事，洗脑的故事啊。提问：王先生，从你专业的角度看，怎么样的媒体算是严肃的媒体？是否可以评论一下《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彭博这3家媒体的侧重和特色？什么叫严肃的媒体？在我看来啊，严肃的媒体是基于2点。第一点，客观事实，就是你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是基于客观事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有一些，为什么我们会叫有一些 tabloid， 就是这个小报就很多时候他们的报道不是基于事实啊，是基于不可靠的事实。大部分你见到的这个报纸上或者是网上的这个 story， 它通常都是有一些影子啊，会有一些影子，传言也是一些影子。但是呢，它需要可靠的新闻事实。所以我们在一个记者，一个新闻媒体，他永远都在面对一个困难。什么困难？就是你需要判断你面对的这件事情，或者是来到你面前的这个新闻，它有多么可靠。因为你是不可能掌握事情的全部，或者是你是不可能要等到你掌握事情的大部分的时候，你就要去写这个 story。为什么？因为新闻在竞争，你可能等到明天再写，今天已经被别人写掉了，你就没得写了。所以新闻竞争迫使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的时候会采取一个比较激进的态度。那么这里面也有能力的问题啊，等等啊，有很多很复杂的情况。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一个媒体来说，他永远在面对一个困难，就是他要判断一件事情到底有多可靠。严肃的媒体就会在这个判断的前面多加几个条件。没那么严肃的媒体，所以这永远是个严肃和没那么严肃之间的问题，没有一个截然的界限。一个报纸要建立它的声誉，就是永远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范围之内，它不断的，大家看到不断的，它在报道的过程当中，它的标准比其他的媒体要高，它才会成为一个有名誉、有声誉的报纸或者是媒体，那么它才会建立它的市场地位。所以严肃的媒体取决于第一件事情，就是它报道的新闻有多么可靠。
这只能说是有多么可靠，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他在报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平衡，就我们叫平衡报道，就是当他说这件事情不好的时候，他有没有去找另外一面，就是说他批评这个人，他有没有去找被批评的这个人，或者是称赞他的人去平衡报道，这就是平衡报道。新闻就要讲究平衡报道。那么严肃的媒体都是基于这两个标准，它才能有条件成为一个严肃的媒体，也有条件成为一个所谓的主流媒体啊。其实没有美国的媒体界定没有主流媒体这一说啊，所有的媒体都是主流媒体，只是呢有一些主要影响力大的媒体呢，它和其他的报纸没有区别，只有一样东西，他们就影响力大。影响力有多大呢？就是当他出来一条新闻之后，其他的媒体会跟进。那你说有些报纸它影响力没那么大，什么意思？你独家新闻做完之后，其他人不会跟进，这就你不是主要媒体，影响力大的媒体。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像彭博也好，像纽约时报也好，像华盛顿邮报也好，他们出来的新闻，特别是那种独家新闻、爆炸性的新闻，其他媒体会蜂拥而上去跟进，他就决定了什么？决定了一个全美国舆论的话题。就当大家都在报道你报道过的那个新闻的时候，你不就决定了全美国人民看到的这个话题吗？这就是影响力啊！影响力其实不是别的，就是这样东西。他怎么去建立这个影响力的？所以很多人去批评左媒，我不同意的原因就在这里啊，就是说一个媒体它建立长久的信誉，不是靠它政治上的左倾，而是靠它在新闻上的严谨的态度建立起来的啊。这种态度那不是一天两天啊，那是几十年建立下来的。那么建立下来，所以很多人在攻击美国的媒体，说美国媒体腐败堕落，我不同意的原因就在这里。当然我为美国媒体说这番话，不是说美国媒体不出错，美国媒体天天出错，天天都在出错。新闻媒体不出错只有一个，就是中共的党媒，从来不出错，因为没有人可以质疑他的错误。美国的媒体一直在出错，每天都在出大量的错误，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腐败堕落。腐败堕落只有一个情况下会腐败堕落，就是任何场景，只要没有竞争，这个场景一定会腐败堕落。只要你充分竞争，这个场景就没有办法腐败堕落啊，这是常识啊。坐标科罗拉多，请问通过这次选举，媒体一边倒，感觉从川普当选，媒体一直在打压川普。王老师，请问美国媒体还能起到监督作用吗？我不是说帮媒体说话，我是说我们看，其实呢，川普总统从竞选开始，上一任竞选开始，他跟美国媒体之间就不愉快，一直在打架，他们两者之间一直在打架。川普一直在对付美国的媒体，美国媒体也一直在对付川普啊。只不过呢，在现在这场竞选当中，川普总统和美国媒体之间的这种恶劣关系，他付出代价了，这是一方面啊。当然，美国媒体有一些媒体是倾向于民主党、倾向于拜登的，这个毫无疑问，也有一些美国的媒体倾向于川普。但是川普跟整体的美国媒体的关系恶劣，不是现在一两天的事情，已经是有好几年了啊！就是他当选第一天就开始骂这些美国的媒体，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要把时序拉长一点来看啊，看他们之间的这种恶劣关系。你说美国媒体是不是在打压川普？是的，但是你们要知道为什么会打压。有这个支持拜登的因素，也有两者之间关系恶劣的因素啊。
我们要看更多的层面，去了解更多的情况啊。那么有没有是政治因素？有的，一定有，但不完全是啊，不完全是。那美国媒体能够起到监督作用吗？美国媒体一直在很好的起监督的作用，今天也是这样。我认为美国媒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川普总统的支持者认为他们是有问题，也有他的道理，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它有很多面啊。提问：民主党广发福利可以获得更多的选票，这样在经济上不可持续，这样的民主真的有意义吗？请王老师点评一下。这个攻击民主党，这样攻击民主党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川普也在广发福利。你想疫情，他上来就3万5千亿美金的这个对发放直升飞机撒钱，那你不是一样吗？没有区别。一个政党，他当然要利用他手上的所有的资源去讨好选民，这没有疑问。但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国家，这样的议案不一定过得了。为什么？因为美国的议员们他会帮助美国把关的。如果他真的总统只是用他手上的权力去讨好选民，他这样的议案不一定过得了啊，就是这样啊。观点：这2天看朋友圈，看着关注的华人媒体铺天盖地的阴谋论和煽动性的说辞，特别压抑，感觉我们的同胞都怎么了？很多的阴谋论其实很多媒体做了 fact check 去辟谣，可是他们就是不去查，给他们去看，选择不信，就这样产生，最后法院定了，他们会不会说法院也腐蚀了？虽然我得罪了很多网友啊，就说，在我们过去的1周的报道过程当中啊，但是我还想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如果选择，我昨天在推特上发了几段推文，昨天其实我休息啊，但是我还是想讲一下，因为我真的有几个朋友跟我反映说他们很郁闷、很愤怒啊、很沮丧啊。我还是想讲，就是说中国人呢，我们长期的生活的场景就是政治斗争你死我活啊，政治斗争你死我活，那如果失败了，那就活不下去啊。如何走出来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在美国不是这样的，政治斗争是很激烈甚至有可能会死人，但是美国的政治并不是这样，因为它没有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垄断性的权利，没有人垄断得了权利。就像我有些网友说，民主党控制了美国，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垄断权力，他怎么可以控制全国？何况是美国一个全民有枪的国家，你怎么控制了美国？所以昨天我在推特上发了一段，其中有一句话叫不要入戏太深啊，不要入戏太深。有些网友说，我看到有人说啊，王老师不要太，意思我忘记那词儿怎么说了，就是意思就是不要凉薄了啊。我不是凉薄啊，不要入戏太深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很投入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不能够仅仅是情绪的发泄，情绪的发泄并不能够平息你的情绪，情绪是一件这样的东西，就是当你越发泄，这个情绪会越高涨，理解吗？就是说很多人讲啊，心理学讲我把情绪宣泄掉，我的情绪就平复了，不是的，其实情绪会越发泄越高涨，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这样。所以我认为川普的支持者，如果你真的觉得很愤怒，你真的觉得很沮丧，我觉得你不应该在推特上面仅仅是发泄你的情绪，做点具体的工作嘛。你比如说有些证据出来，你帮着去核实一下啊，组建一些群组啊，
大家的这种群组，大家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说你写篇文章把你的观点完整的表述，把这篇文章改个10遍20遍等等，做些具体的工作，不要仅仅是发泄情绪。我说的是祥林嫂，不要把自己变成祥林嫂，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要学习什么？中国人真的要学习和自己不同，你要接受一个自己不同意的决定，接受一个自己不满意的局面，接受一个和自己不一样的看法。在民主政治当中，如果老百姓们每一个选民不能够学会这个，选举就是一场血案。选举必须是一个妥协的政治，你想一下，永远都是一个势均力敌的选举，那你另外一半人怎么办？全部杀掉吗？那就不是民主政治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还需要努力学习需要成长我们都是民主政治的幼儿园水平，都是幼儿园水平情况，北京永定路有个机构叫做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这就是武汉病毒所的下属机构。那里的上上下下都知道，他们生物所研究的那种病毒好多年了，其他的没人敢说了。新冠病毒不是一个新的病毒，新冠病毒早就有只是武汉肺炎疫病毒是一个这里面的一个分支观点，今天是11月9号，柏林墙于31年前今天倒下，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未来必定能推倒暴政，加油，非常好。我今天其实很想讲这个议题，但是美国大选，但是疫苗这件事情更重要柏林墙倒下其实是谁的功劳？是德国人民的功劳，所以大家相信暴政迟早会倒下我们还是要心存希望。观点，内讧只能让匪党嘲笑民主，魔鬼是狡猾的，要用智慧去战胜。美国两党反共做不好，美国的华人就更要团结督促，相互攻击毫无意义。你们可能背负着大陆每一个善良人民的愿望期望，非常正确君子和而不同，就说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政见，就说不要把你的对手描绘成魔鬼。政治上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观点，没有人没有人掌握真理，真理永远是一个追寻的过程，好不好提问，王老师，你说这次疫苗会不会是共产党和民主党勾兑好的一场阴谋？我当然不会这么说，而且我完全不同意这件事情如果你是这么想，我觉得你要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自己的你接触到的信息，好吗？看法，大选过后，中文媒体真的是乱糟糟的一片，各种不靠谱的消息满天飞。我一直以王老师的消息为准，听到王老师说感觉软件有问题，顿时觉得这次大选恶心透了。我没有看到这个软件我只是看到对这个软件的一些描述。那么我没有实际的证据，但是以我开软件公司的这个经验来看，一个这种应用的话应该不复杂，但是会变成那个样子的话，我觉得是有问题那如果你因此就觉得大选恶心透了，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这个大选没有恶心透，这是一个民主的实践，民主的实践会有很多的问题，没有问题的民主实践一定有选举本身就有问题。大家记住，你看一下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从来没出过问题，完美的选举那是，你觉得哪个更恶心？我觉得人大选举更恶心吧，你说是不是？美国的选举是有问题，它不完美，它是一个不完美的真正的民主选举，一个完美的假选举再完美也才会让人恶心，你说呢？提问与观点，美国稳定会导致美元美股走强，
会不会戳破全球资产泡沫？我觉得中国地产泡沫会被戳破，除非强制禁止受贿。你这言论太武断了，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你都没建立起来，所以你先把这个逻辑关系建立起来，你再来陈述你的这个观点，好吗？我们表达这种强盗式的观点很容易，我们随便把两个我们认为有关系的事情连在一起，导致一个推断一个结果，很简单。但是老实讲，你去这么去思考问题，那就是一个思想上的懒汉，因为你没有做一个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把你的观点论证出来，找出逻辑上的支持。如果你找不出来，只是把你的观点讲出来，没有价值，好吗？观点：争议州的选票在诉讼完成前不能算拜登的。川普现在已经有230票，拜登只有220票。乔治亚州肯定翻盘，川普就有245票。只要打赢2个州的官司就赢了，只要他抓住了证据、证人，判决就对他有利。即使一路上上升到国会最高院、最高法，也是对他有利。到目前为止，如果从法律的角度讲哈，没有人的选票是已经得到的。所谓的得到这个，就是选举结果必须是当地的州已经宣布这个选举结果，当地的州宣布这个选举结果才是真正的结果。好了，就算当地州宣布了选举结果之后，如果川普提出诉讼，对这个选举结果提出诉讼，那么在这个法院判决之前，这个选举结果还是有效，除非法院判了这个选举结果无效，或者是纠正他的选举结果，那选举结果就出现另外一个局面。所以从目前来看，如果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很愤怒，你们就可以去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去一个州一个州的网页去查什么呢？查哪个州已经宣布了，哪个州还没有宣布，把这个宣布的先把它加上，加总，把这个双方的得票的数拿出来看，讲给大家听，才算数。你不是很愤怒吗？做具体的事情。很多人不做具体的事情，简单的在这里发泄，我不支持啊。情况，今天我河南的朋友说，河南郑州周边的村镇现在开始训练民兵，每个礼拜训练2天，如果有事不参加，必须村干部同意。训练的主体人群25到45岁，男性。训练的内容主要是维持秩序，防止暴动啊。提问：为什么辉瑞这种大型医药公司、推特、Facebook 这类互联网公司、美国的传统 CNN 等都不支持川普？除了普通民众，为什么没有大企业站出来支持川普呢？是川普的政策对大企业不利吗？第一，我不大同意你今天的这个结论啊。你可以看到有些企业它采取的一些政策，这个政策会影响到川普的利益，但它不一定是反对川普。大家不要觉得每一个动作背后是指向的意义就是他的政治立场，不一定的。大家知道，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团体，它都有它既定的规则啊。那么大家要知道，在美国跟在中国不一样。中国是谁？中国的情况是，只要政府做了决定，没有人可以挑战啊，政府的权利是唯一的权利。所以呢，当大家发现有一个企业跟政府对着干的时候，他一定是反对政府的，这没有错，这个逻辑在中国是成立的啊，在中国一定是成立的。但是其实在美国不是这样，在美国呢，它每个企业每个组织有它既定的规则，政府
政府的权力没有那么大啊，政府的权力不是唯一的不可挑战的权力，不是的。就算是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也可以企业发现我这个行政命令违规，他也可以提出司法诉讼，最后把行政命令停掉都可以。你比如说像微信、像推特就是这样子，就这个加州地方法院直接把总统的这个行政命令给停掉都可以，所以总统的权力没有那么大。我讲过的，总统的权力是非常的大，但总统权力不是绝对的权力，不像中共绝对的权力。所以大家你看到有一些包括推特删掉川普的一些帖子，并不意味着推特反对川普。我不是说川普推特一定不是反川普，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个行为本身不一定意味着他反对川普，理解吗？所以呢，大家要明白，有些政策，川普有些政策让这些企业反对他这个政策，是仅仅反对他政策，不一定就是反对川普政府，或者不一定是反对共和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我还是那句话，大家一定要了解美国的运行机制，而不是用中国的政治逻辑来套美国的政治现象，去做一个政治的判断，这就会有一个很多的误解，就在这里面啊。观点之前推特上请教过王老师，除开是被江指派，董建华跟川普有何相似之处？董也是出身权贵，政治有一些理想。当年的数码港导致铺天盖地的香港人反对，但是现在证明他还是真的为香港好。董建华吗？你说的是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当年我还小，对他很同情。董建华是个祸港的祸根，香港有今天，香港今天的政治局面，超过一半是董建华的功劳啊！所以董建华，你说董建华为香港好，董建华是香港的祸害，他是第一个祸害，也是最大的祸害。就是说，在这几个特首当中，董建华对香港干的坏事，比任何一个，包括梁振英跟他都没办法比。他的所有的政策对香港没有一件是好的，所以董建华你说为香港好这件事情，我不同意啊。这第一个。董建华跟川普相比有两个最大的特征，第一个共性，富二代，董建华也是富二代，川普也是富二代，他父亲都是亿万富翁，他两个父亲都是亿万富翁，这是他们两个共同的地方，也是我认为他唯一共同的地方，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董建华是中共江泽民指定的香港特首，川普是美国选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美国总统，两个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的行为，董建华的行为是看着北京来做事的，北京一不高兴他就辞职，绞痛辞职的。川普总统有没有这样？没有，所以没有可比性。董建华，为什么香港人叫他老懵懂？就这个道理，老懵懂，他就是又懵又坏，就这么简单啊。观点，川普最大的特色就是不太会做人，处处有得罪。拜登则是美国的侨王，很政通人和。我虽然支持川普，我没有投票权，我是台湾人。我喜欢川普这种个人色彩强烈，有点自恋，做事大胆，说干就干，有点霸气总裁形象的领导人。但是必须承认，美国很多高知识分子、政商高层看川普这种特色的政客不爽，我也必须尊重和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观点，不太同意美国不反共，中国就会强大起来的论点。中共现在出现的问题有外因也有内因，但主要还是内因起作用，也就是全面左转引发一系列的后果而导致的现状。美国的作用只是加速和扩大，根子上还是中共的左转保守政策，强烈反对把川普神仙化的观点。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神话的领导人都是病态的，
非常正确。我觉得，川普的对华政策，它其实是有一个转折的啊。第一次转折就是中美贸易战，第二次转折就是疫情啊。那么，川普的对华政策，其实之前还是跟中国关系还是很好的啊。那么，中美贸易战的起因是什么？中美贸易战起因，它并不是川普总统并不是针对中国开始打贸易战，他不是，他是向全世界宣战。从加拿大到德国到欧盟等等，他开始全面都打贸易战。他是觉得全世界都欠了美国的，占美国的便宜，因为美国贸易赤字嘛，他一看见赤字，他就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所以他针对加拿大，针对其他的贸易伙伴，针对日本，全部都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发生在中国身上，发生在日本，发生在加拿大，发生在欧盟身上，发生在很多贸易伙伴身上。但其他的贸易伙伴呢，你说啥就是啥吧，行，听你的。这日本啊、加拿大没办法，因为大家实力悬殊，根本打不过嘛，打不过就从了，只有一个不从，就中国。中国说你这样不行，我不干，贸易战就打起来，美国其实针对其他人的贸易战没有停，所以其他人不爽，所以我们讲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会损害美国的政治联盟，原因就在这里啊。美国优先，基于美国优先这个原则，川普总统开始打贸易战，那最后中国这里一打着，美国就发现不对呀，中国的这有些意图我们之前没看到，然后就发生了疫情。疫情发生之后，川普就觉得这个情况就严重了，所以美国的政策其实是一步一步转过来的啊。所以你说川普一上来就开始制定了对华强硬的政策，这是不对，这是对川普政策的不了解啊。大家可以如果跟进我们的视频的网友，应该可以了解这个转变的过程，它其实是一步一步转变过来的。提问：王先生对拜登当选总统之后，习近平至今不发电祝贺的行为有什么评价？我一直在等这个问题啊，这是强硬的表现，还是对川普接下来2个月的行为的恐惧？两件事啊，第一件事，从法律上来说，拜登是还没有当选啊，拜登还没有当选，还没有胜选，应该说还没有胜选，因为12月14号选举人投完票，他只有一半身子进去了，然后要经过国会，就是参议院跟众议院联席会议合起来一起确认这个选举结果，那个时候川普才算正式当选，然后1月20号才算就任。12月20号之后，如果美国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确认这个选举结果，拜登才算真正的被称为后任总统。所以理论上来说，但是为什么之前一出结果大家就说他是后任总统？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他的对手表达我输了，既然你的对手都说你输了，那这个人自然是当选。所以通常是这样，就是说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之下，只要另外一个候选人向对方表达我输了，恭喜你，那这个人就算当选了，因为已经没有异议。现在的情况，从法律上来说，拜登是还没有当选，说拜登当选这是不合理的啊。所以中国政府现在还没有向拜登发出祝贺，理论上来说这是比较合理的啊，因为有争议还没有解决，然后那个法律上还没有走完这个程序，所以他不发，理论上合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这个网友说眼睛真毒啊，就是说川普还是现任总统，川普是要对付中国的啊。那么我现在要是跟拜登发贺电，会不会引发川普总统不高兴，把所有他想推出政策在这1个多月、2个月之内全部推出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这种可能性。有没有这种考虑？我觉得也有吧。啊，这2点我都同意啊，非常同意啊。观点有些话只能在王老师里讲，因为立场中立，所以现在中文的 YouTube 里面坚定支持川普，其实主要是有2类，一类是89民运和法轮功，与其说这些人是川粉或者是右派粉，不如说是反共粉。等了30年，好不容易来了个动真格的美国总统，赶紧抓救命稻草。未来如果拜登也有对中共强硬的动作，他们马上会拥护拜登了。OK， 这是网友的意见啊。网友另外意见，的确有一群因为反共，但是更多的是被本州所在的民主党极端左倾给逼的。比如我在加州，民主党越来越极端的政策，比如这次 Prop 16啊的按肤色来招生招工 ，K Harris 之前提出来的法案让偷盗低于950不去定罪等等，这都是为什么在 Senate 和 Congress level 看到共和党席位的得势。OK， 两种因素都有，一种就是美国的华人，从政治的角度来讲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从实际情况来说，有刚才这个网友讲的情况啊。好，时间到了，我就有些我已经超时太久了，我不念了啊，大家去评论区看吧，好不好？明谢 Little Potato， 谢谢 VLQS86， 谢谢黄征培，谢谢 GK， 谢谢王老师辛苦了 ，Wendy 霞，谢谢阮光能，谢谢 N0N， 谢谢Megan Wang， 谢谢。建议有绿卡和公民的网友给川普调查团队捐款吧，舞弊伤害所有人，不只是共和党支持者。OK，Louis L， 谢谢。相信灯塔国系统根本错可究，疤可记。OK， 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